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哆啦 A 梦2020生日特别篇，这一次有3个小故事哦。事不宜迟，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天阳光正好，流云不惊，可静香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烦恼，该怎么让小猫小狗和平相处呢？就在他深陷困惑无法自拔的时候，大雄和哆啦 A 梦正式出场。虽然有名的宠妻狂魔大雄同学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没关系，遇事不决就问哆啦 A 梦。他连忙拿出了超级混合机，只要把他们俩合成一只就好了。就这样，按照哆啦 A 梦的提示，把机器两端接到猫狗身上后，咻的一声，新世界第1只王喵新鲜出炉，但这立马遭到了静香的抵制。可大雄二人并没有放下想要用超级混合机造福人类的打算。回到家后，看着爸妈关于物品的争吵，他俩连忙行动起来，将老爸新买的古董陶壶和浴缸组合成了超级拉风的艺术浴缸，轻松解决陶壶占用空间的问题。得到趣味的两人还贡献出了一系列的神奇操作，从垃圾桶和吸尘器的奇妙搭配，到冰箱和马桶的反人类组装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。不得不说，这虽然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空间，但也太没必要了吧。一想到看电视时妈妈突然拉开柜门造成的屏幕割裂，饿了时得自行去厕所打开马桶觅食，我脑瓜子就嗡嗡的。但此刻大雄二人已经完全上头，满脑子都是乘胜追击，想着要利用道具让大家变开心。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，锲而不舍，金石可履。通过他们俩的不懈努力，朋友们一个个踏进了绝望的深渊。赶着去上小提琴课的静香无奈地接受了小提琴和自行车合二为一，单纯想吃冰淇淋的小夫被羽毛球和冰淇淋的组合糊了一脸。虽然成功把大树和薯条组合，成功解决了胖虎策划的夺食危机，但也让尝试运用超级混合机把炸鸡和水泥管进行组装的他瞬间裂开。就这样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大家过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。而完全不自知的大雄和哆啦 A 梦也因为受到妈妈的小惩罚，两个人合吃一份点心，但他们不慌把道具使用到了自己的身上，秉持着二人合二为一就能一起享受铜锣烧美味的信念。也比 A 梦华丽登场，但谁也没想到，此时道具后遗症也蓄势待发。成功解决掉铜锣烧后，也比 A 梦就因为脑子里两个人的不同想法，自己一个人打起了架。哈哈哈，真自相矛盾，头脑风暴啊，太厉害了！众所周知，大雄日常总是挂着一脸不起劲儿的表情，觉得啥事儿都没意思。难得妈妈亲手给他做了蛋糕，开心的询问他的意见，他也只是一副沉迷电视，仿佛吃了蛋糕又仿佛没吃蛋糕的模样，气得妈妈直接就走了。直到哆啦 A 梦无奈的提起这件事，大雄也依旧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人类可是感情非常丰富的，而大雄的情绪却表现的还没有哆啦 A 梦生动。差评没办法了，为了让大雄变得更完整更像个人，哆啦 A 梦默默拿出了营造气氛乐队，希望能用音乐的力量帮助大雄。就这样，乐队紧跟在了大雄的身后，会根据各种场景演奏出与之相应的音乐来助长他的情绪。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去安抚一下妈妈。于是在大雄努力回想着自己刚吃的蛋糕的味道时，乐团正式营业。随着一阵欢快的乐曲，大雄瞬间感受到了蛋糕的美味，整个人都变嗨了，连忙跑到院子里，对着妈妈就疯狂夸起了蛋糕，直言他就是蛋糕里的无耻与烟花，弄得妈妈情绪高涨，脸上都泛上了2朵红云，连忙表示自己会再接再厉，给大雄做出更好吃的点心。Oh my god， 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大雄怎么也没想到，妈妈竟然因为自己的话变得这么开心，他立马立志要继续这样，按照人类的法生活。就这样，随着活力进行曲的演奏，大雄的腿脚都更有劲了，直接引来小夫他们的侧目。而遇到钓鱼成功决定回家做大餐的爸爸时，他又瞬间化身林黛玉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呜呜，小鱼那么可爱，怎么能够吃掉它？可是如果我不吃，它也会被别人吃掉啊，那为什么不让它进我的肚子休息休息呢？紧接着大雄不小心遇见了胖虎挨揍，霎时一股难以言喻的愉悦在他心头掀起了波澜。在乐队演奏有趣的音乐的时候，更是直接笑出了声，这成功引来了胖虎的敌视，一场追击在所难免。随着惊险音乐的加成，大雄的脚步逐渐加快，而躲在一旁试图甩掉胖虎追捕时的恐怖音乐更是让他毛骨悚然。这个时候，一只手悄悄伸过来，拍了拍大雄的肩膀，吓得他差点离开人世。好在随着音乐的轻快，成功吓他一跳的人物施施然登了场。看着一脸惊恐的大雄，静香的眉头忍不住皱在了一起。他实在是不懂大雄为什么这么怂，总是被胖虎欺负，
难道他不会不甘心吗？听着静香的话语与乐团鼓舞的乐曲，大雄下定决心，这次要给胖虎点颜色看。于是他马上找到胖虎，一阵风起云涌，两人对峙之势已成。大雄连忙朝着胖虎冲了过去，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。余音，我就知道事情绝不简单。而出乎胖虎意料的是，就在他如往常一般嘲笑大雄的时候，随着静香的鼓舞和乐团的加成，大雄满脸涨得通红，镜片一闪，直接放大，握紧拳头就准备开始对胖虎的攻击。那气势直接把胖虎吓了一跳，被大雄追得撒腿就跑，哈哈哈！混乱的局面成功把路过的哆啦 A 梦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胖虎竟然也有今天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但少年人，如果你以为大雄只会靠哆啦 A 梦的话，那就太幼稚了，他可是有很多优点的，哪怕没有哆啦 A 梦的帮助，大雄也能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那天，小福再次开启了自己的日常炫富操作，一边拿着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霸王龙爪化石，一边兴奋地科普着恐龙相关知识。此刻，大雄三人已经完全陷入震惊。一如既往，胖虎和静香先后通过化石好好感受了一番远古时期的风貌，而轮到大雄时，却直接被小福一把踹走。整个人瞬间荡了下来。更尴尬的是，就在静香三人热切讨论着恐龙时，因为过于气愤，大雄老毛病又犯了，直接信口开河起来，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完整的恐龙化石。这下好了，胖虎三人顿时笑开了花。时间都过去多久了？你说找到就找到，怎么就凭你是天气之子吗？看着他们三人的表现，大雄气呼呼的回了家，直接拜托起了自己唯一的依靠哆啦 A 梦。可这次就连哆啦 A 梦都觉得无语了，对着大雄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，把他气得夺门而走，表示自己一个人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。话音一落，大雄搬来一大堆书，认真的做起了调查。哪怕哆啦 A 梦觉得他马上就会懈怠起来，自己得用温暖的目光注视他，给他鼓励。但对不起，大雄只觉得哆啦 A 梦的表情狰狞又生硬。就这样，第二天大雄就根据书上的一些信息点，找了块古老的岩层奋力挖掘，但直到手都肿了，他也没有丝毫发现，还弄得石头大块大块掉进了别人的房子。没办法，毕竟是自己理亏，被抓了个正着后，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，大雄只得帮忙给他挖一个埋垃圾的洞。可谁也没想到，随着这个坑越挖越深，大雄竟然神奇的走了大运，他找到了一个恐龙蛋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大雄连忙跑到了小夫家里，想让他看看自己的成果，但好巧不巧，小夫竟然出去了。无奈之下，大雄只好回到了家里，再次面对起哆啦 A 梦的狂风暴雨。总而言之，由于大雄的倒霉属性，这是个恐龙蛋化石的几率不高啊！听了哆啦 A 梦的话后，大雄简直就要气得爆炸了。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确认这是不是恐龙蛋化石，想要寻求哆啦 A 梦帮助的时候，突然踩着时光包袱机摔了一跤。原来这是哆啦 A 梦故意丢下的，他觉得这些日子大雄过于依赖自己，养成了习惯，这样大雄很难独立，所以为了让大雄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，他制定了这个计划。而且只要用时光包袱机让化石回到1亿年前的状态，就能清楚它的真面目了。不一会儿，小福找上了门，可想着先确认结果的大雄却说让他再等等，使得小福直接怀疑上了大雄，气得他满脸通红，口不择言的表示要是自己撒谎就用鼻子吃意大利面。哇哦，精彩！大雄可真是个牛人。在时光包袱机的作用下，化石渐渐回归了原本的状态，他竟然还真是个蛋。这开心的大雄直接化身鸡妈妈，开启了自己的孵蛋之旅。不管别人怎么阻挠，他从不放弃。晚上怕自己睡觉不老实，还直接让哆啦 A 梦把自己和蛋连同被子一起绑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在大雄的不懈努力下，一只双叶玲珑成功诞生。震惊的哆啦 A 梦吹起了咕咕叫，看着这只可爱的小恐龙，大雄开心极了，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做皮柱。也许是因为大雄辛辛苦苦把自己孵了出来，皮柱特别亲近大雄，大雄也因此走上了喂养皮柱的道路，不仅特意去给他挖蚯蚓，还把自己喜欢的刺身留给他。而且每天一放学，大雄就会跟皮柱一起玩耍，还把自己幼儿园时用的游泳池搬了出来给皮柱玩。在他的细致照料下，皮柱茁壮成长，和大雄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尽管因为身躯的庞大，皮柱无奈地搬到了公园里的水池居住，但大雄也经常会带着自己的伴手礼去看望他。直到大雄生病发烧了3天，局势才有了变化。那晚下了很大的雨，出于对大雄病情的关心，皮柱特意从公园赶了过来。可
他如今的身躯实在是太庞大了，哪怕大雄强撑着自己的兵体，无视皮柱的泪水，赶紧让他躲回了公园，但依旧有人发现了他的踪迹。没办法了，只能快点让小夫他们看一眼皮柱，确定了他的存在后，赶紧把皮柱送回原始时期，不然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个时候小夫、静香和胖虎3个人既然都出了远门，好巧不巧，恐龙的传闻也愈演愈烈。大雄很崩溃，但为了皮柱的幸福，办法只有一个。晚上，哆啦 A 梦先是把皮柱变小，再和大雄利用时光机把皮柱送了回去。这里地大物博，最适合皮柱居住。尽管他知道在这里皮柱会有更美好的生活，但分别的酸楚依旧让大雄很不好受。面对皮柱的挽留，他只能眼泛泪花，说着再这样他就生气了，会揍他，便不顾皮柱的挽留，坐着时光机匆匆离去。此刻夜幕降临，历史遗留问题也再次上线，大雄和小夫的约定该怎么办呢？一想到这儿，大雄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连忙问起了哆啦 A 梦有没有可以用鼻子吃意大利面的道具。还是快改一改你一生气就信口开河的毛病吧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有其他解决办法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